哎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又是妖灵，难道这纸帛之中藏的是？是去骨残骸。这具躯骨不仅已泛黄，并且此处更呈有黑色。尸骨发黑，会不会是死者生前中毒所致？有可能。这么说，此人多半是被人谋害而死的。闹了半天，这是一具冤魂啊！残骨已腐。那现在，关于图镇之灾的预言，咱们该从何下手？此白骨既引我们步步入局，那我们不如就从死者的身份查起。可是这具遗骸犹如从天而降，咱们该如何查其身份？我猜，无需等我们去众里寻他，他自己便会找上门来。哎，铃声停了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里总归不安全。好，走。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连盆花都搬不动。怎么了这是？你手伤了？我不是。我养头猪还能吃肉，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哎呀，又不是多在意的东西，干嘛要为难妹妹啊？怎么净向着旁人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还不赶快要收拾到天亮啊！您就别少管闲事啊！他们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就是妹妹搬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盆。都回来了，这包公子的伤势如何了？老夫人挂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啊，这天色已晚，几位赶紧回房歇息吧。走吧。你手上的伤口要赶快处理。没事。花土中有肥料，若不及时清洗包扎，可能会化脓。多谢公子提醒，莫心记住了。莫心姐姐过得也太惨了。小小年纪，别正经的不学，净学别人怜香惜玉。我们现在还自顾不暇呢。哼。幸好他们没有深究咱们的动向，总算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忙活了一个晚上，我去洗洗睡了。包大哥，我先去打水。哎，不许跟我抢！哎，我先去。不行，我谁抢到就是谁的。不行，小青瓜。包君先回房歇脚，稍后我便与你来商议查案大计。哎，这半夜3更的，你不睡觉啊？睡或不睡，死后自会长眠，急什么？这。
是。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包大哥，发生了何事？包拯，司徒族长，您可真有意思，大晚上的摸黑坐在包拯屋里做什么？我听闻包公子离奇负伤，故而前来探病。夜深路重，总不能让老夫在院子里头等吧？那是。包公子瞧病许久，别是又肢节横生吧？提起这个就生气。包大哥之前的伤刚瞧完，转眼间又遭人暗算。刚才在我们回来的路上，包大哥差点被破红魔淬了毒的暗箭所伤。竟有这等事？确有此事，包公子还因此不慎扭伤了脚呢。方才你们只去过梅娘家吗？是。你们撒谎！族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方才你们一定去过祭坛，否则身上怎么会有祭祀的香味儿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老夫好心将你们收留，你等却是遮三瞒四，不知恩义。既如此，休怪本镇庙小，供不起你们几尊大佛。族长息怒，我等并无不敬之心，只是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此中白骨实在令我等惶惶。老夫从未见过这具白骨，他断然不会埋在我司徒家中。你等入镇不过1晚，便频频惹是生非，更有甚者，你们竟敢擅自闯入万灵密阁。回族长，此事是我等有错在先，只因我们寻亲心切，想借破灵镇制一关，故而前去万灵密阁，请族长恕罪。你们怎知破灵镇制是在万灵密阁之中呢？别管我们是听谁说的，反正无风不起浪，这口风就是从你们司徒家传出去的。不过我们并未在阁中找到破灵镇制，您尽可放心，这一溜的穿堂风啊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一派胡言！万灵密阁乃兽族禁地，你们一旦涉足，必将破灵镇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老夫作为一镇之长，绝容不下触犯禁令之人。司徒族长，莫急于逞赫斯之威，从族长家到万灵密阁，再至镇中祭坛，此白骨与那8字血书相继诡异出现，其间更有破红魔若隐若现。族长似乎并不关心这作祟的白骨，反而只对那空空密阁耿耿于怀。公子多虑了，老夫只以为白骨一事，必是有人哗众取宠，意欲戏弄镇上来客。那族长对这位幕后玩家的身份可有头绪？如公子所言，此事非同儿戏，老夫自然
不敢妄加猜测。既是如此，在下便行全知开封府事受命之权，命包公子协同在下调查此案。我等年少，更事未多，还请族长多多指教啊！老夫遵命。爹爹，爹爹，从开机到现在还不到1日，若我们贸然将尸骨置于家中，怕是会触犯纪法，恐对朕明不利啊。小女所忧甚是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2位公子查案事大，老夫却有护镇民、周全之责，是以纪法与民意，不可为呀。那依族长之见，这具白骨应该置于何处？爹爹，莫心有一捉计，不知用得还是用不得。但说无妨。莫心以为这具白骨于祭祀之日出现，许是因缘使然。如爹爹所言，逝者已矣，为告慰亡灵，我们不如将这白骨置于棺中，并供于祭坛之上，待2位公子将此事查清，再以火葬之，使其安息。 2位公子以为如何呀？此计尚可。莫信姑娘费心了。公子客气。公子若无他事，老夫就先行回房了。族长慢走。 包公子方负脚伤，少动为宜。莫心特意做了一碗补汤，公子趁热喝下吧。多谢莫心。有劳莫心妹妹。妹妹手伤未愈，亦少动为宜。莫心记住了。 幸好过了这一关，有个做全知开封府事的爹，可真够过瘾的。哎，这倒是，否则啊，我们啊肯定要被连夜赶出镇了。哎呀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可怎么办？哎，这是莫心姐姐为包大哥做的补汤。包君喝汤。哎呦，不急不急，喝嘛喝嘛。哎，你先，你先。不必不必。俩人还有心思喝汤呢。我们冒险攒齐的白骨就这么白白让与他人，你们就不怕司徒莫心使的这出祭骨计中藏着什么私心妄念啊？恰恰相反，我不怕他藏，就怕他不藏。什么意思啊？秘密也好，真相也罢。 有时候你越是不藏，它就越难找；但你越藏着、瞒着、护着，它就越容易被发现。临渊羡鱼，不如金钩垂钓。如若司徒莫心突围不轨，那白鬼在这儿，我们不让白不让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嘛。你们说那具尸骨究竟是何人啊？此白骨看似已年深月久，却根据牙齿与身形判断。 这名死者的年纪，应该和展昭差不多。包君是说死者生前是一名孩童？我才不是孩童呢！成，那叫你天真小汉子。嗯，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？这算什么？他还叫我
冷血铁娘子呢？比来比去，反正都比我这个叫妖精的强。好歹你们是个人吧？几位莫要小瞧自己嘛，在下不过是以貌取名，谁让咱们都是表面挚友呢？我想不多时，司徒墨仙便会将白骨移至关中。恐怕从今夜起，祭坛就要变成戏台了。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，我先去祭坛附近盯着。我也去。你留下来保护包拯，放心，我应付得来。阿软小心。那我也先回房了。哟，汤凉了，喝了也无益。明日我给你做碗新鲜的。人家都走了，你还不回房歇着？亏你还是习武之人，成天就知道歇着歇着。那我送送赵兄。好，那咱们明日见。明日见。请。包大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担心阿软。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嗯。阿策，我等已寻至空寂岭，然昔日之空寂岭，也是今日之破岭阵。此地既不许外客入阵，且怪象频生。经一番波折，我等正在阵内司徒族长家暂居。关于阿软寻亲一事，仍有一些不明之处，我等将在破灵阵稍作停留，待你入阵后，再与你细说。包拯。暴君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哎呀，暴君，大事不好了，再不行踹门了！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，发生何事啊？是不是阿软出事了？瞧把你们给吓的！在下是说，暴君若错过这盆药汤，就大事不好了。为了你这半截话，吓得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。你穿与不穿，本就没什么区别啊。赵兄端的是什么药汤啊？哎呀，昨日暴君脚腕负伤，在下难辞其咎，因此在下特意调制此汤，以将功补过。赶快享用吧。那便多谢赵兄了。哎，暴君客气。包大哥，怎么了？暴君何事？没事。烫。赵大哥，你是要把包大哥的脚当猪蹄烫啊？
这药是用来喝的。啊！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，居然有人把泡脚的盆当碗使。我想让包君多喝点嘛。哎，也怪我，应该往盆里放只勺子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听到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呀？讨厌死了！你们俩，不喝也罢。楠姐姐，快进来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赵大哥给包大哥熬的药汤。可惜啊，他先被包大哥的脚丫子给喝了一口。啊？哦，阿软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正打算与你们一起去祭坛找他呢。你们说，昨天晚上这只铃铛为什么会出现在万灵密阁的门口呢？我猜啊，这开密阁锁和放置铃铛的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先不说铃铛，此人在阁内暗设毒蛇陷阱，很有可能是为了对付我们。你们怎么知道蛇是别人故意放进去的？你想啊，这蛇喜居人迹罕至的潮湿阴蔽之处，且在他们栖居地附近都会有丰富饵食。现在是秋季，蛇类更要为冬眠做准备，需要频繁出动觅食。而万灵密阁内干燥，且到处落满灰尘，并无蛇生活和爬行过的痕迹。阁内那汪池水也是废弃已久的死水，甚至散发着腐臭味，这怎么看都不像蛇栖居的地方吧？此人既能事先投放毒蛇，那他应该能猜到我们会去万灵密阁。昨晚梅娘为阿整诊病之时，他应该在场。理虽如此，但昨晚我们是在回程途中决定去万灵密阁的，因而也有可能是被暗鬼下了套。说不定从我们动身去梅娘家那刻起，就已经被人给盯上。且万灵密阁内外还没有脚印，那人应该是用了轻功。既闻风灵动，是破狐魔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是啊，也不能排除还有其他人在其中掺了一脚。包公子，多罗姑娘，妹妹不在，我来给几位送早饭。啊，多，妹妹来啦！哎，多谢妹妹，一晚上不见，姐姐正想你呢。说实在话，能碰上个你这般投缘的妹妹，真是怪不容易呢。确实难得。哇！我们昨夜寻人心切，实在无意冒犯破灵阵的规矩，在下正想求见族长，谢令尊通融之恩。我相信你，不过我爹爹每天起床之后都会先去镇上转一转，现在并不在家中，你们先用早膳吧。好。包大哥，快吃饭，我都快饿坏了。哎，包公子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谢多罗姑娘关心，在下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不知多罗姑娘用的是哪一味香膏啊？哎呀，真是沁人心脾，正可谓是香中之奇，简直百不得一呀！是油烟味的，当下厨房就有。
对了，我们昨夜去万灵密阁之后，并未发现里面存有破灵阵质。多罗姑娘可知晓，除了那里之外，还有其他地方存有破灵阵的史料吗？我见过一张破灵阵的地图，不过上面的标注并不详尽。不知姑娘可否借给我等一观？好啊，我回去拿给你。多谢。哎，莫欣姑娘，昨夜可曾归来？未曾。那司徒莫欣与阿阮均一夜未归，只怕那祭坛是不测之缘。我们还是赶快找到阿阮要紧。那我们快去祭坛吧。走吧。哎，包大哥，你看。哎呀，不过是只归西的耗子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感情他没在你房门外扑食，你自然无动于衷。昨晚我从你们房间出来后，曾顺手将司徒莫欣做的那碗补汤洒于此处。这只老鼠的死会不会与此有关呀？南姐姐的意思是说，那碗汤里有毒。好险！我昨晚差点成了你的替死鬼了。唉，如今我等腹背受敌，司徒莫欣与阿阮同赴祭坛之后，随时都危如累卵。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阿阮。快！阿阮姐姐，阿阮姐姐。阿阮藏得够深啊，竟然不见他半分行迹。一夜之间，祭坛竟变得这般狼藉。依司徒莫欣之计，他已将那具白骨置于棺中，为何还要火急火燎地将其付之丙丁呢？所幸昨夜降雨，大火未将棺柩烧尽，因而此时此中白骨可能还完好无损。那我们先打开看看吧。不，猫妖，是猫妖！这里面不是应该装着白骨吗？莫慌，莫慌。看着穿着打扮，有一点像是司徒莫欣啊。什么？是莫欣姐姐。他已经气绝身亡了。哎，包大哥，这又是什么？是两只血骨，太匪夷所思了。莫欣姐姐为何会死于这副棺柩之中？如果说司徒莫欣是被蓄意谋杀，那么阿阮会不会也凶多吉少啊？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啊？我猜凶手必是那偷夺白骨之人。之前破红魔一直与白骨如影随形，或许他和司徒莫欣至死脱不了干系。我们都不知道破红魔在哪儿，那我们该去何处寻他？万灵密阁。既然有传言称，万灵密阁是猫灵潜藏之禁地，继昨夜现身后，破红魔必会渡门凭据。此刻，他或许就藏于那荒诞不经的密阁之中。